你最爱的运动员即将迎来制胜一击，观众们屏住呼吸，但在这个重要时刻，他失误了。这位选手刚经历了反胜为败现象。纵使进行了经年累月的练习，人们仍会在关键时刻失败。反胜为败在运动界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运动员的表现都在压力下进行，并且会受到比赛节点的影响，但这种焦虑也会影响演讲者、拼字游戏中的选手们以及世界著名的音乐家。绝大多数人凭直觉将其归咎于精神紧张，但为何紧张的情绪会影响专业人士的表现呢？两种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二者都认为压力下的反胜为败归根结底是注意力问题。第一种理论是干扰理论，该理论认为，当担忧、疑惑和恐惧占据了人们的头脑，让人们无法集中注意力于手头任务，其表现就会受到影响。当与任务相关和无关的信息争夺注意力时，其中一方不得不做出让步，大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量有限。工作记忆是头脑中的速写版，我们用它短暂存储电话号码和购物清单等，对于要求工作记忆的任务，压力的影响很大。在2004年的一项研究中，一组大学生被要求解答数学问题，一些题目简单，另一些则非常困难且需要大量记忆。一半学生在没有任何顾忌的情况下解答全部题目，另一半学生分别在冷静状态和压力状态下完成题目。所有人都容易答对简单问题，但对于更难且需要记忆的题目来说，有压力的学生表现更差。第二套解释该现象的理论是外部控制理论。这一理论是关于压力如何使人们过度分析当前的任务。这种说法的逻辑在于，一旦某种技能成为下意识的熟练技能，思考其精确的原理机制就会妨碍使用该技能，需要下意识完成的任务最容易出现反胜为败。一项研究对比了高尔夫选手的表现，一组选手只需要关注准确挥杆，另一组则被要求时刻想着挥杆动作是否符合标准原理。高尔夫选手通常依靠潜意识完成动作，因此在选手突然要调整动作达到标准时，他们反而更难打出准确一击。虽然并非所有人都会经历反胜为败，但研究表明，部分人群更容易受到影响，尤其是那些自我意识较强、容易焦虑的、害怕他人负面评价的人。既然反胜为败影响如此之大，我们该如何避免它的出现呢？首先，在压力环境下练习会有所帮助。在一项关于专业飞镖选手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从未在压力下练习过的选手，在焦虑时比习惯压力的选手表现更差。第二，许多运动员推崇进行赛前例行动作，例如进行几次深呼吸，重复某个提示词，或是进行有节奏的一系列动作。高尔夫、保龄球和水球方面的研究发现，简短的仪式性动作可以让选手在压力下的表现更正常和准确。第三，研究者表示，将注意力集中在实现最终目标上，比关注在内部调整自己符合规范动作原理要更加有效。一项高尔夫研究表明，在切削击球的经验丰富的选手中，那些关注球的飞行线路的选手比关注自己手臂运动的选手表现好得多。因此，我们也许可以修改那句古老谚语：练习在压力下保持专注，锁定目标的练习才会熟能生巧。练习的方式是否有对错之分？如何确保自己的练习方式能够真正提高自己的能力？观看这段视频，揭开有效练习的秘诀。